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和邝杰走过了3年的恋爱路，如今我腹中有了我们爱情的结晶。今日我迎来了第1次的产检，邝母也欣然陪同我前往。然而检查过程中，她意外地得知了我子宫内膜天生较薄的情况。医生的话语严肃而深沉，务必小心，若有不慎，可能导致难以再孕。我温柔地抚摸着小腹，向邝母展现出坚定的笑容。妈，不管怎样，我都会留下这个孩子。邝母的笑容有些僵硬，但眼中闪烁着算计的光芒。她试探着提议，既然你们都有了孩子，彩礼就免了吧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愣住了，一时语塞。明明之前2家已经商议好，彩礼定为10万，我爸妈原本要求是20万，但邝母施展3寸不烂之舌，硬是将彩礼砍去了一半，这让我爸妈颇为不满，却也只能妥协，毕竟我已怀孕。然而婚礼在即，彩礼却迟迟未交。每当问起，邝母总是含糊其辞，婚礼后一切都会处理好的。接着他又道，你们年轻人不懂育儿的艰辛，这彩礼钱就放在我这里，以后你们需要时，我再给你们。他的话语听起来合情合理，但我却感到了一丝不安。我转过头望向邝杰，希望他能表态。他显得有些犹豫。妈考虑得很周到，我们确实需要为将来打算。此刻我恍然大悟，他们母子俩是想借此来控制我。他们知道，因为体质特殊，我不敢冒险失去这个孩子。其实这已经不是他们第1次试图控制我了。彩礼谈判时，邝母就曾厚颜无耻地向我父母提出，希望我家能提供1套婚房作为嫁妆。他还云淡风轻地说，不结婚也行，反正怀孕的又不是他阿杰，他们没在怕的。总之他就觉得未婚先孕的我没有资格和他们谈任何条件，他们早就在心里看清了我。我还没开口说话，邝母又向我提出了更恶心的要求，小宝明年就要上小学了，你在实验中学那边不是有1套房子吗？不如把这房子让给弟弟弟媳吧，这样小宝就能上实验小学了。你们做哥嫂的可得帮帮弟弟弟。我差点就想吐出来，不给彩礼就算了，还要我倒贴1套房子出去，这对母子是打定了主意要吃绝户啊！我犀利的眼神又看向了旁边的邝杰，邝杰眼神闪躲，嗫喘地说，你家里有好几套房子，而且你是家里的独女，住不了那么多套房子。怒火喷薄而出，我再也忍不了，下车用力地拉开车门，冷着脸对他们说，这个婚我不结了，请你们现在立即马上下车。邝杰和邝母同时目瞪口呆，等反应过来后，邝杰下了车，愤怒地瞪着我，周海燕，不结婚你要把孩子打掉吗？你敢吗？他一副吃定我的语气。邝母也下了车，毫不留情地对我冷嘲热讽，被我儿子睡了好几年，连孩子都有了，你还以为你是抢手货呢？除了我们阿杰，谁还会要你？周海燕，你别当自己是什么黄花大闺女了。邝杰也尽情地奚落我，虽然我不爱眼前这个男人，但听着这么难听的话，我的心还是狠狠地抽了一下。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我周海燕就算一辈子不婚不育，也不会嫁到你们这样的家庭。再见！骂完这番话后，我就上了车，发动引擎，扬长而去。回到家，我气呼呼地把刚才的事情跟父母说了。
父母早就因为彩礼一事对邝杰母子不满，这下更是怒不可遏。我爸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：“燕儿，这个婚咱不结了。”我妈也是十分硬气：“孩子你尽管生，妈帮你带。”我如释重负。其实我根本就不爱邝杰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就一心扑在工作上，我打算这辈子就和工作结婚了。但父母是老一辈的人，思想传统又封建。我过了25岁以后，就不断地在我面前卖惨，说什么我如果不结婚，他们就会人笑死，又说什么很担心我老了以后没人照顾，受不了他们一再的卖惨。所以从26岁开始，我就积极相亲。在所有的相亲者中，我看中的只有邝杰，因为他长得很像我的前男友，刚好他也对我很满意。于是相亲后，我们就正式交往。孩子是意外，但有了孩子后，我们就顺势把结婚的事情提上了日程。婚期早已定好，请柬也都发了下去，婚礼就在明天。有些住得比较远的亲朋好友已经提前来到了上海，我花钱包了酒店给他们住下。婚礼突然取消，我只能把他们送走。我和父母低着头，不知道给他们赔了多少不是，也不知道听了多少冷热讽的话。然后我把邝杰和他们一家人的电话、微信全部拉黑，而我的行为也彻底惹怒了邝杰一家人，尤其是邝母。邝母有一个自媒体账号，主要是用来拍 vlog 的，还积累了不少粉丝。为了恶心我，他开了直播骂我。他在婚礼前一天悔婚，还把所有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都送走了。这还不算，把我们一家人的电话、微信全都拉黑了。也不知道凭啥这么硬气，他都29岁了，还以为自己是小姑娘呢，真是可笑。带着个肚子，还以为自己能找到下家。虽然他说的话很难听，很没有素质，但他的很多脑残粉都力挺他，一个劲儿在他的直播间里骂我周海燕太恶心了，亏他还是带货主播，这么没素质，以后再也不去他的直播间买东西了。阿姨别生气，他找不到好下家的，他要么流产，要么做单亲妈妈，无论哪一种，别人都会嫌弃他。通通语，我如果是个素人就算了，但我偏偏是个直播圈里小有名气的带货主播。邝母在直播间里骂我的话，迅速在网上掀起惊涛骇浪。当天晚上，网友们前仆后继地冲进我的直播间，疯狂地给我留言：为啥悔婚？为啥拉黑前男友一家？你是要流产，还是打算做单亲妈妈？我的工作主要是帮公司卖货，我平时很少在直播间里谈自己的私事。我也是一个很注重保护个人隐私的人，但是现在我却不得不撕开自己的伤口。我清了清嗓子，郑重其事地宣布：是的，我和邝杰正式分手了。网友们又疯狂地追问我悔婚的原因，我淡淡地解释了一句：邝杰妈妈不同意给彩礼。网友们突然炸开了：过分了呀，彩礼都不肯给，还结个毛婚？邝杰一家人真恶心，活该他儿子被悔婚。这老太婆真不是人。阿姨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翌日，我还没睡醒，就听见房门被砰砰地敲响。周海燕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是邝杰的妈妈。她的嗓门大到让整栋房子都摇摇欲坠了一下。我的头突然疼了起来，却还是硬撑着起床。到了客厅外面，就看见我父母已经打开门，把邝杰和他妈妈都请进了屋。一进屋，连鞋子都没脱，邝母就指着我破口大骂：周海燕，你私自悔婚就算了，还在直播间骂我，我好歹是你的长辈，你就不怕遭天谴吗？邝杰没为我说一句话，
满眼愤怒地瞪着我：“你们赶紧滚！不滚我就报警了！”我爸指着门口，对他们母子俩疾言厉色。我妈已经拿起手机打了110，却被邝杰一把拍掉。你！我妈气得脸色铁青。我走过去护住了我妈，瞪着邝杰：“我在直播间里说的那些话，你以为是我想说的吗？还不是因为你妈先开了直播骂我，我都是被你们逼的。周海燕，你没有通知我们一声，就私自送走了所有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，让我们老邝家丢尽了脸。由于邝母的嗓门太大，惊动了邻居们，他们都跑来看热闹了。好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邝杰，我们今天就把话一次性的说清楚。婚房是我爸妈买的，还写了你的名字。我们交往期间，你一直都是用我的副卡，你的车，你的名牌衣服、手表，就连你穿的内裤，花的都是我的钱，还好意思不给彩礼，甚至还让我把实验中学的房子过户给你弟弟。我周海燕是怀了你的孩子，但不是欠了你们邝家的。各位邻居，你们来评评理。邻居们议论纷纷，这俩母子太不是东西了。邝杰妥妥的软饭男。邝杰听到这里，突然冒火了：“你说谁是软饭男？但他到底是心虚的。”脸红一阵白一阵的。周海燕，邝母走过来推我了一把：“你被我儿子睡了好几年，不过是只破鞋，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我儿子？”我们一家人从来没有接触过邝母这种没素质的泼妇，听着这种难听的话，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如何反驳。倒是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邻居女孩，义愤填地呛起了邝母：“阿姨，你不是女人，你没被男人睡过，那你儿子是怎么生出来的？”邝母的脸色顿时变得难堪起来。这时保安上来了。原来是我妈偷偷叫的保安。保安，把这2个外来人扔出去，他们是来骚扰我们的。我妈早已忍无可忍，邝母还在骂骂咧咧，保安却是铁面无私的把他们母子俩轰了出去，总算清静了。经此一事，我更加确定要流产的想法了。当我决定悔婚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有了想流产的想法。我真的不怕以后都生不出孩子了。我天性淡漠，对爱情、婚姻、家庭并没有什么憧憬和向往。我也相信，经过此事后，我的父母不会再随便逼婚了。当天，我就在父母的陪同下去了医院流产，有点难过，有点不舍，但意志却是无比坚定的。流产后，我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邝杰从微信的黑名单中拖出来，然后把流产手术书发给他。发完后，我又把他拖进了黑名单。我必须让他知道我的决心，知道我和他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。可我的行为却彻底惹恼了邝母。邝母又开了直播骂我，他就是个杀人犯，那可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啊，是我的孙，我们邝家的骨肉，他就是个毒妇。毒妇！此事又在网上掀起了惊涛骇浪，网友们纷纷跑到我的微博来问我是不是流产了。说实话，这事儿就这么被邝母公开了，真的很丢人。但是没办法，丢人也得硬着头皮上。于是我发了这样的一条微博：我和邝杰的感情已经彻底破裂，未来也不会再复合了。今后我会专注事业，把更多的好东西借给大家。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大部分网友都是支持我的，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想结婚，也不想生孩子，他们的家庭观念非常淡薄。可邝杰却没那么容易放过我，他也发了一条微博：周海燕，你凭什么未经我同意就拿掉我的孩子？你还我孩子来！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死缠烂打，我和我的前女友也不会分手，千方百计得到了我，
你就这样对我？渣男真的是太不要脸了。我和他相亲的时候是看上了他没错，但是我并没有死缠烂打，我们两个的结合是水到渠成的事。我甚至都不知道他还有前女友。我马上又发了一条微博，颠倒黑白，一派胡言。翌日，我身体还没好，就迫不及待地约见了邝杰，怕我直接把一件文件丢到他面前。这是我们交往3年，你花了我的钱，麻烦你全部还给我。文件上是他这些年用我的副卡的银行清单。邝杰一看，突然愣住了，他完全没想到我还有这么一招。周海燕，你的副卡是心甘情愿给我用的，我并没有强迫你。心甘情愿，亏你说得出口。你骗我说你的工资卡要留着以后结婚买房养孩子，结果呢？你出钱买婚房了吗？被我这么一顿数落，邝杰涨红了脸，他却腾的一下站了起来，比牙咧嘴的朝我吼道：你要跟我算账是吧？好，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，你欠我精神损失费20万，你先给我20万。渣男不要脸的所作所为让我瞠目结舌。过了半晌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既然你不肯还，那我们只好走法律途径了。说完，我背起包包，毫不留恋地走了。邝杰在我身后大喊：周海燕，你把我当成某人的替身，我想跟你好好的算算这笔账，不多不少，1年10万，你给我30万。我脚步顿住，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。我从来没有和邝杰说过他长得像我前男友的事，他怎么会知道我这些年都把他当替身了？我缓缓回头，盯着他愤怒的脸，见过不要脸的，但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。说完，我就毫不留恋地走了。回家之后，我发了微博，并艾特邝杰，交往的这3年，你都是用我的副卡，连你穿的内裤都是用我的钱买的，麻烦你把钱全部还给我。我没有买热搜，但是却轻而易举地上了热搜。邝杰光荣地成为了众所周知的软饭男，被网友骂出了天，吃人家的，用人家的，还好意思不给彩礼，活该被甩。邝杰，祝你一辈子打光棍。邝杰妈妈还好意思，恶人先告状，有其母必有其子。姐妹们，以后找对象都要看看对方父母的德行。人穷不可怕，可怕是心穷。虽然我做了这样的事，但是邝杰并没有还我钱。意料之中的是，但凡他有点男性尊严，就不会这么多年毫无心理负担地用我的副卡。所以我找了律师，试图通过法律追回钱。我刚从律所里出来，就接到了邝杰的弟媳谢小小打来的电话。我早就把他们一家人的电话都拖进了黑名单。谢小小是用别人的电话打给我的，我不想见他，他却死皮赖脸，苦苦哀求。咖啡厅里，谢小小拉着我的手，拼命地劝服我：海燕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吵吵闹闹很正常的，过去就过去了。邝杰和你分手后，他非常痛苦，也很后悔，你就原谅他吧。我抽回自己的手，大默道：我们不可能了。谢小小尴尬地笑了笑：你们这么一闹，全国人民都知道你的情况了，就算你以后再找，难道人家就不会嫌弃吗？我冷冷地说：我不打算结婚了。那你老了以后怎么办？你不知道智能机器人吗？马上就要普及了，机器人能跟人相比吗？它再高级也给不了你人的温暖。邝杰是真心爱你的。我打量着他，是邝杰让你来的吗？谢小小摇摇头，一脸和善地说：其实我挺喜欢你的，我觉得你很能干，也很大方，和你做妯娌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我面无表情，那真是对不住了，我不想嫁进你们家。说完，我就起身准备离开。谢小小也跟着站了起来，
匆忙叫住了我：“海燕，你别不听劝，将来你会后悔的。”我冷笑了一声，和邝杰交往才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失败、愚蠢和错误。说完，我就毫不犹豫地走了。谢小小却是跟着我回到了公司。我一回到公司，就迫不及待地开播了，懒得理谢小小。谢小小却在我卖货的时候，突然出现在我的直播间。他自来熟地向直播间的朋友打招呼：“大家好，我是邝杰的弟媳，我和海燕的关系很好的，真不知道她居心何在。”我想发火，想让人把她轰出去，却不得不死死地摁住。谢小小主动拉了张椅子，坐在了我旁边，又开始费尽3寸不烂之舌力劝我：“海燕，邝杰是真的爱你，你天生子宫内膜薄，现在又流产了，以后都生不出来了，可不要太任性了。”网友们疯狂地给我发留言：“天生子宫内膜薄，天哪，海燕，你太任性了，这样都敢拿掉孩子，你真的是个狠人。周海燕，你就不怕以后都嫁不出去吗？”康江邓隐私就这样赤果果地暴露在阳光下，我的心仿佛被人撕成了2半。盯着谢小小伪善的脸，我突然明白了他为什么会对我穷追不舍了。原来他是为了踢爆我的隐私，好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以后都生不出来了，好让我嫁不出去，这样我就会回头找邝杰复合。谢小小，你不是为了邝杰，你是为了你自己。只要我和杰复合，你就可以从我这里得到你想要的学区房了，你的小宝就可以上实验小学了。我的话一出，谢小小的脸顿时红一阵白一阵，这也验证了我的猜测。我认识的谢小小是个精于算计又市侩的女人，她和邝杰的关系也没那么好。从一开始她力劝我和邝杰复合，我就没相信过她。谢小小眼神闪躲，明显底气不足。我真的是为了你们着想。我冷眼看向旁边的助理，语气重重的把他请出去。助理朝我点点了头，然后把谢小小拖了出去。谢小小还在大声嚷嚷：“海燕，你不要任性，你以后会后悔的。”后悔你妈！晚上下播后，我直接回家，远远的我就看到邝杰母子守在小区门口，真是阴魂不散。本来就不好的心情，现在变得更差了，我都不想理他们。邝杰看到我的车，却叫住了我：“周海燕，你下来，我们谈谈。”我沉思了片刻，最终还是决定面对。我挑眉打量着邝杰：“你什么时候还钱？”邝杰脸色略显尴尬，他还没说话，邝母就大刺刺地开口了：“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你不能生了，我看你以后也是嫁不出去了。我们阿杰不嫌弃你，你要是肯回头，以前的事情就算了。”我看着邝母精明的脸，讽刺地笑了：“怎么，舍不得我的副卡，还是惦记着我的学区房？”邝母没啥本事，就是个清洁工，根本帮不了他的2个儿子。而邝杰的工资才1万出头，可我的年收入却是8位数。以他邝杰的条件，就算是打着灯笼，也找不到像我条件这么好的女人。所以算计来算计去，这对精明的母子最终还是觉得不能轻易错过我。邝杰一脸傲娇：“周海燕，我这是在给你机会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除了我，谁还会要你？”我的笑容更加讽刺了：“没有钱的日子不好过吧？”我和邝杰交往的那3年里，邝杰全身上下没有一件衣服不是名牌，就连他的车也是100万起步的奔驰，光是每年的保养费，就凭他那点工资，他根本养不起。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邝母不悦地瞪着我：“你生不了孩子，我们阿杰不嫌弃你，你不要不领情，我不需要你们的施舍。”
说完，我就上了车。邝杰在身后叫住我：“周海燕，你是不是一定要做得这么绝？”我头也不回：“你不肯还钱，就等着收法院的传票吧。”邝杰咬牙切齿：“你不要后悔，我这辈子最大的后悔就是和你交往。”说完，我就拉上了车门，把车开进了小区。邝母还在身后骂骂咧咧，不过是只破鞋，那么嚣张。邝杰收到法院传票的那天后，用办公室的座机电话打给我：“周海燕，既然你要做得这么绝，好，我奉陪到底。”我不以为然：“你赶紧把钱还给我，否则我要算利息的。”邝杰啪的一下挂了电话。我不觉得邝杰能做得出什么大事，但事实证明，我还是低估他了。男人为了报复一个人，有时候是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。邝杰竟然找来他的前女友叶琳。叶琳是一个18线的小演员，她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了一篇小作文。她言之凿凿地说，她和邝杰原本是很相爱的，却因为我看上了邝杰，对邝杰穷追不舍，导致他和邝杰因为误会而分手。事后，邝杰也发了一条微博：“我这辈子最大的后悔就是和周海燕交往。”叶琳和邝杰买了热门，他俩的微博迅速冲上了热搜第一。他们还买了很多水军，尽情地污蔑我是小三，小三都该死，小三没资格做带货主播，封杀周海燕。我从业5年，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大的风波。当晚，无数网友冲进我的直播间，一个劲儿地骂我，我的情绪受到了严重的影响，带货都带不下去了，最终只能提前下播。下播前，我郑重其事地说，我和邝杰交往的时候，彼此都是单身状态。我周海燕对天发誓，从来就没有插足过任何人的感情。但由于没有证据，叶琳和邝杰又联手锤我，故我的自证是苍白而无力的。公司的老总甚至提出让我停播一段时间，很不幸，我被停职了。遇人不淑，往事不堪回首。和邝杰双双锤死我之后，叶琳一夜成名，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18线小演员，一跃成为当红流量。我请去调查他的私家侦探跟我说，他以前经常接不到戏，在北京的地下室里熬了很多年都没有熬出头，现在他却接到了很多工作。我去片场探班的时候，他正在拍着一部 S 级的古装剧，她是女三。虽然我不太懂演戏，但我看得出来，她很努力，也很敬业。在一些比较危险的打戏中，她居然都不肯用替身。导演很中意她，当着全剧组的人狠狠地夸她。像叶琳这样肯吃苦的年轻演员是越来越少见了。叶琳，我下部戏还找你。叶琳笑靥如花，满面红光，眼神里写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。叶琳看到我的时候颇感意外，在片场外面的一片池塘旁边，我和叶琳首次正面交锋。我说，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碰面，也是首次接触。叶琳笑了，笑容讽刺，周海燕，你不知道我的存在，但我却知道你的存在。你和邝杰相亲的时候，我和邝杰还没分手，邝杰从来没跟我提过你。那时我们正在闹别扭，他故意用这样的方式气我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是你在相亲后主动约他，他隐瞒了你的存在。我盯着叶琳的脸，用犀利的目光逼视他。难道你们这么多年直都有来往？叶琳的眼神闪烁了下，似乎在隐瞒什么，但他的眼神又同时充满防备。我们早就是过去式了，既然你们是过去式，为何要和邝杰联手锤我？仅仅是因为你想红？如果不是你倒追他，我和他也许不会分手。
叶林的声音带着几分遗憾，又有几分妒意。你的条件比我好太多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邝杰和我在一起，只是看中了我的钱。那你不应该怪我，要怪就怪邝杰太现实。叶林没有回应我的话，他的眼神里仍然有防备，大概是怕自己泄露太多，于他不利。好了，我要回去拍戏了，有什么事你找邝杰。说完他就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轻叹了一口气。叶林非常聪明，在我和他的对话中，他竟然没有露出破绽。这个女人不好对付。从片场里出来后，我打了一个电话给私家侦探，帮我继续盯着邝杰和叶林。我就不信他们不会露出马脚。我和邝杰交往的这3年，邝杰花了我200万，平均每年60万左右，法院判决全部偿还。但是法院判决后，我并没有收到邝杰的转账，他每个月的工资才1万出头，3年下来最多40万工资，而他在跟我交往之前并没有什么存款，所以他不是不想还，而是还不上。我也懒得打电话催他了，直接把法院判决书放到微博上，并艾特他，请把欠我的钱还给我。我没有刻意买热搜，但我的这条微博却又轻而易举地上了热搜。靠，男的居然花了女的200万，女的可舍得呀！无论周海燕是不是小三，但邝杰是真的恶心，花了人家200万，还好意思不给彩礼，就想一辈子白嫖呗。周海燕真是个蠢货。没多久，小区保安打来电话，说是我的前男友在下面吵着闹着要见我。我早就知道邝杰会来找我，邝杰一见到我就像条喷火的火龙。周海燕，我命令你马上删微博，否则我一定会逼到你退圈。不信的话你尽管试试，除非你把欠我的钱还给我，我无所畏惧。你先把打孩子的20万精神损失费补偿给我。我嘲讽地笑了笑。邝杰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从来没有爱过你吗？就是因为你这副斤斤计较的样子，让我很是瞧不起。虽然他长得像我的前男友，但品性却和我的前男友差远了，可以说根本没有可比性。邝杰的脸色有些难看，很快就反唇相讥。我也没有爱过你。我平静地看着他。我知道你爱的是叶林，但是因为叶林没钱没事业，帮不了你，所以你抛弃了他，而选择了条件更好的我。邝杰的脸色顿时变得一阵青一阵白，仿佛被我戳中了痛处。他瞪大眼睛盯着我，愤怒地别过头去。周海燕，你不要自以为很了解我。我并不是自以为很了解你，而是你太过于透明，你的野心，你的算计，都写在你的脸上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每一个字都像是刀片一样锋利。邝杰被我揭穿了真面目，恼羞成怒地转身离去。看着他愤怒的背影，我心中却没有丝毫的波澜。曾经的周海燕，或许会因为他的一颦一笑而心动，但现在，我只希望他能尽快还清那笔钱，从此我们再无瓜葛，日子在平淡中一天天过去。我继续我的直播事业，虽然因为之前的风波，人气有所下滑，但我并不气馁。我相信，只要我坚持下去，总会重新赢得观众的喜爱。而邝杰和叶林似乎也并没有因为联手锤我而获得他们想要的结果。虽然叶林因此走红，但他的演技和人品并没有得到观众的认可，反而因为这次事件让他的形象大打折扣。而邝杰更是成为了众矢之的，他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。就在我以为这件事情会这样慢慢平息的时候，私家侦探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。周小姐，我发现了一些重要的情况，
可能需要你亲自过来看一下。私家侦探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严肃，我心中一紧，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但我没有犹豫，立刻驱车前往侦探事务所。在事务所里，私家侦探向我展示了一段视频。视频中，邝杰和叶林在一家咖啡馆里秘密会面，他们的神情紧张而严肃，似乎在商讨着什么重要的事情。他们这是在密谋什么？我皱着眉头问道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他们似乎在计划一场针对你的阴谋。私家侦探沉声说道。他们想要通过某种方式彻底毁掉你的名誉，让你无法在直播界立足。我听到这里，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怒火。我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，没想到他们竟然还不死心，想要继续对我进行打击。他们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？我冷静地问道。私家侦探点了点头。他们打算找一些水军，在网络上散布你的谣言，说你私生活混乱，还有各种不良嗜好。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你的形象彻底崩塌。我冷笑了一声，他们真是打得好算盘。不过，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我决定采取行动，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。我联系了我的律师和公关团队，开始制定应对策略。与此同时，我也没有闲着，我开始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发声，澄清之前的谣言和误会。我发布了自己的生活照和工作照，展示了一个真实而积极向上的形象。我的努力没有白费，慢慢的，我开始重新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支持。而邝杰和叶林的阴谋也没有得逞。他们的计划被我及时揭露和阻止，最终，我成功地走出了这段阴影，重新站了起来。而邝杰和叶林也因为他们的行为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。这段经历让我更加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只有自己足够强大，才能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困难。我不会因为一次挫折而放弃自己的梦想和追求，我会继续努力前行。时光荏苒，几个月后，我已经重新在直播界站稳了脚跟。我的直播间里欢声笑语不断，观众们喜欢我的真实和热情。而邝杰和叶林的事情也逐渐被人们遗忘，他们曾经想要毁掉我，但最终却是我走出了困境，重新找回了自我。这一天，我正在直播间里和观众们互动，突然收到了一条私信，是邝杰发来的。周海燕，我承认我当初对不起你，我利用了你的感情，也伤害了你的心。现在我已经离开了那家公司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，也希望你能够幸福。我看着这条私信，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，有恨，有怨，但也有一丝释然。或许每个人都应该有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关掉了私信窗口。我没有回复他，因为我已经不需要他的道歉或解释。我已经走出了那段阴影，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生活和幸福。我继续和观众们互动着，笑声和欢呼声不断在直播间里回荡。我知道，无论未来会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，我都会勇敢地面对和克服，因为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容易被伤害和欺骗的周海燕了。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和生活，用自己的实力和魅力去赢得更多人的喜爱和支持。同时，我也会珍惜身边每一个真正关心和爱护我的人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真正坚强和独立的人才能走得更远、更高、更强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黄亮他哪都好，只可惜家乡在遥远的外省。
我爸妈每每谈及此事，总是流露出这样的感慨。然而，他们终究没能拗过我。在毕业2年之后，他们妥协了，允许我远嫁他乡。饶燕，她是我的挚友，我们的关系比亲姐妹还亲。我身边的人都知道，我和她的关系最铁。当我决定远嫁时，除了我爸妈，最牵挂我的就是她了。你这一嫁就是1000多公里，万一在婆家受了委屈，我哪来得及赶去给你撑腰啊？她忧心忡忡地说，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记得来帮我收尸就好了。我笑着回应，因为爱情的力量让我变得勇敢无畏。在我的婚礼上，饶燕泪流满面，哭得比我还伤心。婚礼结束后，她还不忘对我老公发出警告，黄亮，如果你敢让我们家葵葵受一丁点儿委屈，我饶不了你。结婚的第2年，饶燕竟然也嫁了进来，我们成了妯娌。说起这事，还真是缘分。在我的婚礼上，饶燕和我的小叔子黄耀看对了眼，准确来说，是黄耀对他一见钟情，然后展开了长达数月的热烈追求，最终抱得美人归。太棒了，葵葵！现在我们不仅是闺蜜，还是一家人了。饶燕激动地抱着我说，我也非常开心。是啊，我们早就像一家人了。饶燕来自一个单亲家庭，她妈妈在她舅舅的家政公司打工，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她舅舅的接济。她还有个弟弟，但因为她妈妈重男轻女，所以家里的好东西都留给了她弟弟。我爸妈心地善良，看到我和饶燕关系这么好，也把她当女儿对待。每次父母出差或旅游回来，带了礼物给我，也有她的一份。所以婆婆一开始反对她和黄耀，我爸妈还帮她说好话。饶燕嫁妆单薄，我们家随了9万里，婆婆才对饶燕有了笑脸。饶燕要给我和爸妈下跪，我真幸运遇到你，葵葵，还有叔叔阿姨，谢谢你们。我妈扶她起来，燕子，你一直像姐姐一样照顾我们家葵葵，阿姨也要谢谢你啊。我爸也说，你们能做妯娌是好事，日后你们还要互相照应。我爸妈总担心我不得公婆疼爱，怕我在婆家受委屈，但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。我公公是个不多话的，家里婆婆说了算，婆婆待我也很不错，我想帮着干点什么，她都不让。我说备那头熟蝇，我来炒菜吧。婆婆说快出去，油烟重。我拖个地，婆婆就骂我老公没眼力劲，抢了拖把给老公，让我坐下吃水果。饶燕嫁进来第1年，婆婆对我还是跟从前一样好，只要我在家，饭不用我煮，锅不用我洗，我送什么东西她都满心欢喜，到处跟人说我是个好儿媳。但她对饶燕做不到这样。起初饶燕总跟我抱怨，我命不比你好，我只能安慰她，妈跟你还没相处久，不知你多好，再过1、2年，你们肯定会像母女一样好。不到1年，婆婆果真对饶燕改了态度，对她像对我一样好，慢慢对她比对我还要好了。婆婆去买菜，问我们想吃什么，我说想吃鱼，饶燕说想吃红烧肉、螃蟹、水煮牛肉。婆婆笑说，行行行，都买回来。饶燕爱吃的全买了，我的鱼却说忘买了。节日聚餐，婆婆前一晚就叮嘱我第2天早起帮忙。饶燕明明睡到客人来了才起，可她在饭后却垂腰说累。婆婆见此便说，你快回屋歇着吧，平时家里都是你忙活。我听了就说，我去洗碗。婆婆没像往次一样说不用，老公来帮我，但我心里还是不舒服。我知道饶燕的嘴甜，任何人跟她朝夕相处，无不被她哄得乐呵呵的。我和老公的工作都在外地，
我们基本上只有逢年过节才回来一趟。而小叔子因为在本地一个厂里做技术工，饶燕婚后也留在了家里，她没出去工作，说是要调理身体备孕。他们和公婆一起住，难道就因为饶燕每天对婆婆嘘寒问暖的，婆婆就觉得饶燕这个儿媳当得比我好了吗？可我和老公虽人在外地，每个月都固定给婆婆打5000家用，其他转账更是从不吝啬。家里要干什么需要出钱，婆婆都是找我们。你们也知道，小辉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，燕子吃那些中药也费钱，婆婆总是这么说。我们也都体谅公婆的不容易，对着饶燕他们也是感谢他们在家操心出力。我自认为这些公婆都会看在眼里的，但有的人就是这样，眼睛会选择性瞎，心则一旦偏了就偏到底了。我和婆家第一次有矛盾，是家里的房子拆迁了，在我和老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公婆把拆迁款全给饶燕2口子了。他们又是买房又是买车，饶燕还给他弟弟也买了1套房。等我们知道时，他们说没钱了。饶燕还理直气壮道：葵葵，你家那么有钱，你和大哥又不差钱，还会跟我和阿耀计较吗？我说，我要是真跟你计较，那你结婚前前后后跟我借的，还有我给你的钱，我都得跟你算。我知道你和大哥有钱，向来是看不起我和阿耀的。饶燕很会拉仇恨，婆婆的脸拉了下来，公公也直叹气。事后饶燕来找我道歉：葵葵，你知道的，我家穷，从小我和我弟就被人欺负，我好不容易有钱了，我不给他做打算，他能靠谁呀？没房子，他娶不上媳妇的。饶燕哭得一抽一抽的，我心软了。我不是怪你帮娘家，我是说家里的事都应该告诉我们一声，他事先跟我们商量，而不是合着公婆瞒我们，把我们当外人一样相仿。我怎么会生？饶燕，葵葵，我知道你从小衣食无忧，对钱不在意，你对我更是大方的不得了，你对我是最好的，有你这闺蜜是我一生的福气。见我还没消气，饶燕又要给我下跪，都是我错，我就该第一时间跟你说的。葵葵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婆婆也来跟我道歉，说她是见不得2儿子过苦日子，一时糊涂了，还说让饶燕2口子以后挣了钱还我们一些。婆婆这么说，但谁都知道是为了家庭和谐，也就一说而已，家人总还要见面的。我和老公最后没追究这事，饶燕大张旗鼓的备孕，怀上的却是我。我妈得知婆婆和饶燕要来照顾我，提醒我说，你怀上了，燕子还没，她不见得真为你高兴。我看着饶燕兴高采烈地给我看她弄的孕妇营养餐 PPT， 心里想，我妈真是想多了。饶燕对我肚子里的孩子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，每天要给她讲故事做胎教。我老公是互联网公司工作的，经常要加班，每次回来晚了，他都感慨，还好有燕子陪着你。我也是这么觉着。我心情不好时，饶燕像过去那样逗我笑，我冒口不好，她变着花样给我做吃的，以至于我一不小心吃太多了，去产检医生让少吃点。我很遵医嘱，但饶燕见我吃的少，总说，那医生我看就是庸医，你吃这么点，到时候有力气生吗？婆婆认同道，就是啊，葵葵，你本来就瘦，别听他们的，来多吃点。饶燕也跟我讨论宝宝性别，我说，男女都行，自己的孩子我都爱。饶燕说，女孩子好，生个女孩子跟你一样漂亮，而且爸爸都更疼女儿哦。我被她这么一说，也期待自己生的是个女孩了。恭喜！
母子平安。我昏昏沉沉地睡去，醒来只有饶燕在陪着我。燕子，你做什么？我躺在床上，刚顺产完的我像被人换了副身体，感觉十分虚弱。饶燕走到婴儿床前，抱起我的儿子，把他举得高高的。做什么？我还没怀呢，你就生了个大胖小子。万历奎，你什么都要压我一头是吗？我万分不解，只害怕他要伤害我的孩子。燕子，你先把孩子放下来，你很快就会怀上的。闭嘴！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怀上吗？因为我9岁就要洗全家的衣服，大冬天水多冻啊，这才伤了身子。不过你这种千金小姐不会知道的，你家有洗衣机呀，有保姆，你根本不用干那些。饶燕把我的儿子抱给我看，看呐，长得多俊，像他爸多点。做了长指甲的手摩挲着我儿子的脸蛋，我伸手要抱孩子，他起身走开了。你说两兄弟怎么就差那么远呢？一个月薪几万，一个年薪都没10万，凭什么好的都是你的？他神情恍惚地对着襁褓里的婴儿说。我吓坏了，几乎是哭着求他先把孩子放下。不，他不能活，不然我在这个家里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地位又要被你娘俩抢了去。饶燕重新把孩子举起来，然后重重地往地上摔去。不要！奎奎，咋啦？饶燕一脸关心地看着我。原来是梦，没想到生孩子，我害怕。我随口扯了个谎。饶燕抱抱我，不怕不怕，我们都会陪着你的。我在干什么呀？怎么会这么想自己的闺蜜呢？她明明还是这么照顾我，待我如亲姐。我在心里骂自己，竟然差点为了一个怪梦就怀疑自己的闺蜜是坏人。跟梦相反，我生下的是个女儿，婆婆不是很高兴。饶燕摸摸我的头，辛苦了，奎奎，你女儿长得真好看。她一脸宠溺地抱着我女儿。我在月子中心坐月子，饶燕就测出有孕，虽月份小，但胎不稳，婆婆就回去服侍她。饶燕打电话来关心，得知我准备回去上班，我妈给我请了位保姆。她说，你就是不会算，请保姆1个月都赶上你的工资了，你那老师当的也憋屈，何必还去干，干脆辞了。婆婆在旁跟着附和，是啊，奎奎，你爸妈不差钱，你那份工资不算什么。我听着翻了个白眼，我都当妈了，还让父母养我不成？父母为我花钱那是爱我，但我不能把他们当一辈子的提款机吧。饶燕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从前她还夸我独立、上进、不啃老，当初我考编，她还跑去寺庙为我许愿，现在怎么思想越来越回去了？我没听他们的，工资多或少，人还是要有份工作，那是我个人价值得以发挥的途径。但是有了孩子之后，要平衡家庭和工作真不容易。我缓了快半年，才慢慢找回节奏。虽有保姆帮忙，我和老公照顾孩子还是很亲力亲为的，因此2个人都憔悴了不少，也不太顾得上老家。国庆假期带着孩子回家，我才知道，原来饶燕小产了，公婆的孙子梦泡汤了。他们对我女儿便多了几分喜爱。饶燕也凑过来看我女儿，长得真好，肉嘟嘟的。她似乎很喜欢我女儿，但眼底却无一丝笑意。我不由得想起那个梦，孩子还小，都差不多的。我把孩子从婴儿床上抱起来，饶燕莫名其妙说了句：“你们养得好，给别人就不一定了。”没多久，饶燕又大张旗鼓的备孕，而婆婆找我们要钱的次数越来越多。明明每个月5000，我们都有准时打回去，但最近婆婆一开口就是要1万、2万的，要修祖坟，要买2头牛，要带公公做身体检查，连要去首都旅游这样的理由都用上了。谁和你们去？
阿耀还是饶燕，但是你们两个，你们弄得明白怎么坐高铁坐飞机吗？老公一连串的发问，婆婆支支吾吾的，就我和你爸，燕子也去，我们咋不行？妈，家里是不是遇到啥事了？我说有什么你说出来，我们一起商量着解决。婆婆这才跟我们坦白，饶燕小产后脾性大变，老跑酒吧不说，还染上了赌博，输的把车都卖了。要不是他问我们要钱给他补窟窿，饶燕怕是要把唯一的房子也卖了。那些人可彪悍啊，带着斧头长刀来的，不还钱就砍。婆婆说起来还是恐惧万分的语气，你爸给吓得高血压犯了，医院躺了几天，我们不敢跟你们说呀。葵葵，你千万别给燕子打电话，她要知道我跟你们说了，指不定咋闹。她闹什么？做错事的是她。我真没想到饶燕成了赌徒。哎，她那孩子怨我呀！要不是我信江湖郎中的偏方，我和老公对视一眼，终于知道饶燕为什么突然对婆婆态度那么恶劣。她赌成这样是戒不掉的了。老公对婆婆说，我们不能再拿钱帮她还赌债了，不然迟早被她害死。不行，那你弟怎么办？总不能让他们离婚吧？挖污名，女儿哭了，我赶紧跑去哄。老公和婆婆后面说了什么我不知道，但老公跟我说，这几个月先不要给家里打钱了，我们不给，婆婆就没有就不会被饶燕拿去赌了。但赌徒是没理智可言了的。这天，婆婆打电话来说，饶燕跟她和公公吵了一架，饶燕还要对她动手。黄耀要和饶燕离婚，饶燕说离婚可以，房子归我，他们的夫妻共有财产也就他们现在住着的那间房子了。黄耀怎么可能答应？你搞清楚，是你这婆娘不好好过日子，把家搞得不像家，凭什么离婚房子给你？就凭你是个没用的男人，生不出孩子，我好不容易怀上的一个，还让你妈害死了。你闭嘴！黄耀和饶燕打了起来，最后饶燕怒气冲冲地走了。你们不给，行，我去找有钱的人给。原来他披头散发，鼻青脸肿的跑到我学校闹，我没在，女儿不舒服，我请假带她去医院了。第二天回到学校，听同事们描述，饶燕活生生一个泼妇样。你闺蜜怎么成了这样？她像是你仇人，到主任办公室拍桌子摔东西，非要让主任开除你。饶燕在我还没结婚时就来过学校，我给大家介绍她是我的好闺蜜，她给每个人分吃的，说谢谢大家平时照顾我。女同事们都羡慕我有个那么好的闺蜜，可如今物是人非了。饶燕打电话找我，她要来我家，我不同意，她只好约我家附近。可我到了约定地点，等了半个小时，也不见他人。想起他电话里的话，你命好，根本不知道过穷日子的苦。你出生就什么都有，你女儿的命有没有你这么好就不知道了。我惊出一身冷汗，打电话给保姆，果然饶燕去家里把孩子抱走了。我赶紧告诉老公，回到家，保姆慌得不行，我真不知道不能给，他说是孩子婶婶，他还有孩子在爷爷奶奶家为视频照片，你就不能打电话问问我们吗？就这么把孩子给他了？他是个赌徒，没人性的，我差点昏过去。老公发动了公婆黄耀都去找饶燕，同时报了警。找到饶燕，不见我女儿，我扑上去打她。我孩子呢？我孩子呢？饶燕笑得癫狂。你急什么？你知道急了，我孩子没了那会，你不回来看我，电话都没一个。现在你孩子没了，你急成这样。我哭着求他，我那时候真不知道你小产，你怎么怨我都行，把孩子还给我，你要钱我也给你，多少都行。我不知道
你孩子哪去了？你是当妈的，问我你孩子，多好笑啊，哈哈，笑，我让你笑。我一巴掌呼过去，饶燕懵住了。警察把饶燕带去审问，她死活不交代。警察查到了她来往亲密的一个毒友有过卖孩子的前科。有人看到你昨天抱了个女孩子去火车站，饶燕是不是让你把我孩子卖给别人了？卖给谁了？你说呀！不等警察说完，我就质问那个妇人。妇人不敢看警察，低头否认道：“没有的，没有的，我没出门。”警察摆出证据，妇人最后交代：“我回了趟老家，那是亲戚家的孩子。我们跟着警察去往他老家找人，几经波折，找到了妇人卖掉的那个女婴。孩子在陌生的妈妈怀里哭闹不止，我流着泪抱过孩子，一看，不对，这不是我女儿，我崩溃了。据妇人交代，这是她一个朋友的第4胎，家里几个女孩了，不想要，她朋友才托她把孩子抱给别人养。你弄死了我女儿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扯着饶燕的衣领，看着她那张我无比熟悉又万分陌生的脸，眼看着事情越来越严重，婆婆把孩子抱了出来。是我和老头想孙女了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加上没证据证明饶燕是贩卖孩子，警察只能口头警告饶燕和婆婆，就算是亲奶奶和亲婶婶，要带走孩子也得经过父母同意。你们这样做不仅让家人对你们有意见，也是在浪费警力。我的孩子没有这种家人。我抱着孩子冷冷地对他们说，直到孩子4岁，我都不肯让公公婆婆来看他，我也再没回过婆家。期间，饶燕多次打电话来求和，我不理会，他就转为冷嘲热讽。你要恨恨我呀，为难孩子爷爷奶奶干什么？还人民教师呢？尊老做到了吗？你有什么资格对我说教？一个人都不是了的东西，我就不懂了。你有这么恨我吗？就算是我们成了妯娌，你一开始不满妈对我好，可后来妈不是对你百依百顺了吗？你为什么还处处针对我？我们之前好歹做了那么多年闺蜜，我既愤怒又难过。得了吧，你真把我当闺蜜吗？你不就是想有个绿叶在身边衬托你吗？你这话我不懂。我自认为我们是平等相处的。平等吗？你生日我送你100来块的礼物，我生日你给我买金银首饰，还带我去旅游住我没住过的豪华酒店，还有你爸妈对我出手多大方啊！所以呢，我和我家人对你好，就换来你这样对我，你们是对我好吗？饶燕情绪失控般喊道：“你们不就是为了炫耀？炫耀你家有钱，炫耀你比我有本事，炫耀你过得比我好，嫁得比我好，什么都比我好。饶燕，你个混蛋！我他妈对你好，那是因为曾经在我这你值得，但是我错了，你根本不值得。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过去的10年，我的闺蜜对我并不是真心的，她甚至怀着恶意看待我。我从没有看不起你，那是你的想法。饶燕，别装了，你不就想说我坏？不，坏的是你，只是你虚伪，你不承认。你既然说这样的话了，我们也没必要再联系了，就当我们从不认识吧。不行，饶燕怕我挂电话，急忙说：“爸妈的生活费怎么办？这事得处理。你想怎么处理？你们得每个月给爸妈5000，像刚开始那样。不可能。饶燕，不是我说，你们一直跟爸妈一起住，平时吃喝水电那些全是爸妈出，你们一分不花。现在你们开了店挣钱了，给点家用怎么了？”饶燕和黄耀的婚离不了，黄耀不肯给她房子，她揪着婆婆害死她孩子一事不放，最后她要公婆把大半辈子所有积蓄拿出来，还跟亲戚借了些弄了家饭店。爸妈，我不赌了，我和阿耀好好做饭店，肯定挣钱。饶燕跟公婆保证，
我把饶燕彻底拉黑了。闺蜜情说断就断，亲兄弟当然不可能。黄耀时不时还会给老公打电话，有时说饭店生意不好，我老公，我没钱给你；有时说婆婆犯风湿病了，我老公，去看病多少钱，截图发我报销。后面黄耀说饶燕怀上了，老公祝贺她，但说不会给钱。两兄弟的通话以不愉快结束。黄耀最近一次打来，是饶燕拿他手机说的，你告诉万丽葵，我中了彩票100万，哈哈哈哈哈哈。没办法，我命好，他不是想看我过得凄惨吗？我偏不，老天不让，我就在旁边听得一清二楚。老公赶紧挂了电话，别理他，他疯了。老公怕我受影响，心情不好。我笑笑，他在我这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人了，他怎么样都不关我事。而且我相信多行不义必自毙。饶燕相信30年河东30年河西，饶燕生下个大胖儿子，别提多嘚瑟了。而我父母的生意败落，传到他耳中，他千方百计让我知道他笑得多开心。你问问大哥大嫂，要不要我们给点钱支持生活？他让黄耀跟我老公说，我也笑，我笑他蠢。我家的产业不止那一点，但他的眼界就那么点。没2年，饶燕和黄亮的饭店摊上了事，一家人到他们店里吃饭，饭后全中毒了，具体原因还在查，但这事已经上了当地新闻。饶燕的店才开张1年不到，就不得不关门。现在中毒的一家子缠着饶燕他们，要求赔他们20万才肯私了。20万，属实是那一家狮子大开口了。他们全是轻微中毒，3个大人有呕吐腹泻的症状，唯一的一个小学生因为饭前偷吃了零食，基本上没吃什么饭菜，除了恶心没啥感觉。他们当天就都出院了，但黄耀怕他们告他，他要坐牢，就跑去求人家。对方觉得拿捏住了他，才敢开口要这么多赔偿。葵葵，你得救救我呀！饶燕跑来找我，我准备换房子，所以房子里贵重物品全搬走了。饶燕进屋后有一瞬间的愣住，这跟她第一次来参观时完全两副景象。我知道你们现在也困难，她似乎以为我跟着娘家一起落魄了。但是大哥，你要帮帮阿耀啊，你就他这么一个弟弟啊！饶燕一上来就道德绑架，我老公不接他话，他就转向我。葵葵，你想想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，这会儿他记起我们多年的情谊了，我只觉得好笑。我就你这么一个好闺蜜、好大嫂，你念在过去，你帮帮我。阿耀不能坐牢，他坐牢了我怎么办？还有孩子怎么办？那是你们侄子啊！听到这，老公明显有些不忍了。但我知道，饶燕这种人是死性不改的。我装穷，不是我们不想帮，我们真的拿不出钱来了，最多1万。本来是要给朵朵预交学费，还有我们这个月生活费的。饶燕瞬间就蔫了，你们也没钱？难道我们阿耀就只能去坐牢了吗？先找律师去跟对方交涉一下，20万根本不合理。我老公说，大哥，我们找了，可对方也只肯退到10万，不肯再退了。饶燕拿不出10万，黄耀才知道原来他说戒赌根本没有，黄耀存的钱他都悄悄拿去赌光了。10万，大哥大嫂，你们想想办法。到了晚上，黄耀也从老家跑来跪，我们能有什么办法？我们也还欠着别人钱呢。我说。饶燕推着婆婆向前，婆婆一脸为难。葵葵，洪斌还小，3岁被养得跟6岁似的侄子被公公从身后拉出来，突然一声哭了。我女儿被吓到跟着哭起来，婆婆抢着抱孙女，朵朵不哭，你叔叔婶婶遇着事了，只要你爸爸妈妈帮忙。
就好。你洪斌哥哥很厉害的，他不怎么哭鼻子的，很有力气，长大了护着你的。我借口孩子困了，把孩子带回房，实在不行，我看能不能找到人借钱给你，我们做担保。出来，我听到老公说，很好，老公能认清现实，小家才是他最该守护的，不再被他原生家庭牵着鼻子走。饶燕想都不想就说，好，谢谢你，大哥，也谢谢你，葵葵。第二天，我们让一位朋友带了张借条来让饶燕签，这是杜姐，我们家的情况杜姐也知道了。谢谢你，杜姐，太感谢你了，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，你也别谢我。我和葵葵两口子是朋友，他们为人我信得过，他们给你做担保了，我才答应的。不过我事先说好哦，这钱借给你了，我也不算利息，但下个月起，你每月至少还我2000，直到还清为止。饶燕，行，我们肯定尽快还清。这事过去了，饶燕的饭店却没法重新开张了。黄耀干回了老本行，下了班还去汽修店兼职。饶燕因为没钱，在家安静了几个月，实际上是在想着怎么从我们这捞钱。照这么下去，我们孩子还能念上书吗？他爸有钱养他吗？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老公说，又不是我们的孩子，那就不是你们的侄子了吗？跟你们不是一家人吗？你就说你想干嘛吧。饶燕的厚脸皮又一次刷新了我的认知。我就是想说，爸妈负责帮我们养孩子，那大哥大嫂是不是该帮我们还债？饶燕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大家都欠你的。我老公被他气笑了。我们怎么就不管爸妈了？爸妈的吃穿用度，生病住院，哪次不是我们出钱？倒是你一直跟爸妈住，没交过一分生活费，怎么现在需要钱了，就想起我们了？饶燕被说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她抢辩道，那大哥，你们现在生活的比我们好，就不能帮帮我们吗？我们生活好也是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你有困难，我们可以帮你，但你不能把我们的帮助当作理所当然。我冷冷地说道。饶燕听后，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，但她却没有再说话，转身离开了。我看着她的背影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这个曾经的好友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饶燕消停了一段时间，黄耀努力工作，兼职的收入也慢慢增加，他们的生活似乎正在逐渐好转。然而好景不长，饶燕又开始赌博了。这次她的毒瘾更加严重，不仅输光了黄耀辛苦赚来的钱，还欠下了一大笔赌债。当债主找上门来，饶燕无处可躲，只能再次向我们求助。大哥大嫂，我知道我之前做的不对，但我真的没办法了，你们能不能再帮我一次？饶燕泪流满面地跪在我们面前，我看着她，心中充满了无奈和愤怒。这个女人一次次地利用我们的善良和同情，却从未真正悔改过。我们帮不了你，我冷漠地说道，你的赌债，我们自己填不了这个无底洞。饶燕听后，绝望地离开了。我知道她这次是真的走投无路了，但我也明白，我们不能再纵容她了。几天后，我们听说饶燕和黄耀离婚了。黄耀无法再忍受饶燕的赌博和无尽的债务，选择了和她分开。他们的孩子被判给了黄耀，而饶燕则孤身一人离开了这个城市。饶燕的离开并没有让我们的生活恢复平静，反而让我更加深刻地反思了这段友谊和我自己的生活。有时候对一个人的纵容并不是好事，那只会让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时间过去了好几年，我们再也没有听到饶燕的消息，直到有一天，一个陌生的电话打到了我老公的手机上，
是万利奎家吗？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疲惫的女声。是的，你是谁？我老公警惕地问道。我是饶燕。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我现在在医院，得了癌症，没剩多少时间了。你们能来看看我吗？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愣住了。虽然饶燕曾经做过很多伤害我们的事，但听到她即将离世，我们心中还是涌起了复杂的情绪。最终，我们还是决定去看望她。在医院里，我们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饶燕，她瘦得只剩下皮包骨，脸色苍白无力。看到我们来了，她的眼角流下了泪水。利奎，大哥，我知道我以前对不起你们，但我现在真的后悔了。饶燕虚弱地说道。我希望你们能原谅我，也希望你们能照顾好洪斌，他是我唯一的牵挂。听着他的忏悔和遗言，我们心中五味杂陈，曾经的怨恨和敌意在这一刻似乎都烟消云散了，只剩下对生命的敬畏和对逝者的哀悼。我们答应了饶燕会好好照顾洪斌，也告诉他我们会原谅他过去的过错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能够得到我们的原谅和宽恕，也许对他来说是一种最大的安慰吧。几天后，饶燕去世了。她的离世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生命的无常和珍贵，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和身边的人。我们收养了洪斌，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疼爱和照顾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洪斌也慢慢长大了，他成为了一个聪明、懂事、有爱心的孩子。每每看到他健康成长、快乐生活的样子，我们都会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幸福。而饶燕也仿佛一直在我们身边守护着他，给予我们力量和勇气去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困难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，有欢笑也有泪水，有成功也有挫折。但只要我们怀揣着善良、宽容和爱去面对一切，就一定能够走过每一个坎坷，迎来每一个美好的明天。饶燕的故事也让我们明白，珍惜生命，珍惜身边的人，用爱和宽容去包容一切，这才是人生最重要的真谛。同时，我们也意识到了教育和成长的重要性。我们开始更加关注洪斌的教育，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有担当、有责任心、有爱心的人。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够不断成长和进步，成为更好的自己，为身边的人带来更多的帮助和支持。最终，我们和洪斌一起走过了许多年，他成为了一个优秀的人，也为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骄傲。而饶燕的故事也成为了我们人生中一段难忘的回忆，提醒着我们珍惜当下，拥抱未来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